找死！睡得好，让他嘴硬。哎呀，姐姐，没事吧？早就告诉你别嘴了，现在知道疼了，赶紧道歉，我还能让你体面的走出去。既然是你先动手伤我，可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我看你是栓傻。听说这位就是从窑子里接回来的那位小姐，生活逆气，假的？想真的王府丢人，真不像话呀！就这样嫖客，喂，老公都被他吓疯了。16年了，进了王府，我回来不是认亲，是来清账。16年前，奶娘将我和她的女儿调换，对我非打即骂。等我长到10岁，便将我卖到青楼。我从最肮脏龌龊的地方爬回，不是来认亲，是来索命。哎呦，客官，这丫头可是刚进来的，还没开过包呢，细皮嫩肉的，很合您心意。好，就是她了。别装死，客官肯要你是你的福气。来吧，来吧。来吧你！放开我！叫什么叫？老子花钱买乐子，你敢反抗？来了。父亲终于盼到你回家了。你这模样，长得真像你母妃啊！切，不就一个乡下丫头吗？我可怜的女儿，这些年你受苦了，让母妃好好看看。居然瘦成这样！母妃，父亲，姐姐回来是好事，我终究是外人，就不打扰你们团聚了。胡说什么？你永远是母妃的心头肉。我的母妃对这个养女可真好。母妃，瑶儿，你在府中的地位永远不会变，没人敢叫你受委屈。还真是个心机女。妹妹戏真好，可惜鸠占鹊巢，鸠终究是鸠。你放肆！瑶瑶也是你能编排的？竟然这样吃人！哎呦，拿开你的脏手！我在洛城杀第一个人的时候，还在玩你一步，再吃我，废了你这只手！哎呦，哥哥，小宁，瑶瑶她一时难以接受。难以接受？我被他生母卖入青楼时，谁问过我能否接受？那是你命贱。哎呦，不准打哥哥！怎么，这就心疼了？我被你亲娘卖进窑子时，可有人心疼过一秒？母妃，是您，你放开他。放心，脏东西我不稀罕碰。小宁，日后你便是王府嫡女。既我是嫡女，沈瑶一个养女，还配与我平起平坐？瑶儿知道了，都是我的错，原是我不配。啊，瑶儿，瑶瑶，母妃，回府第一天就搅得家宅不宁，早知道就该让你在青楼里烂死。够了！
都少说2句，还嫌不够丢人吗？王爷，宫里的刘内侍奉皇后娘娘旨意，给王府嫡女送赏赐来了。皇后娘娘懿旨，此物特赐王府嫡女，恭贺血脉重聚。谢皇后娘娘。莫非，这莫非是娘娘封后大典所带之物？定是念我自幼长在王府，自是赏给我们瑶瑶的。你，臣女沈宁，谢娘娘恩典。你放下，这是我的。我的东西你也配抢？再往前半分，我就用这凤冠给你放血开光。内侍大人，娘娘赏的是嫡女，我才是靖安王唯一的血脉，所以这是给我的，对吗？自是，娘娘旨意从无差错，奴才告退。督父，快放开瑶瑶！沈宁，母妃，沈宁，你敢伤瑶瑶分毫，我绝不让你。姐姐，姐姐为何要这样对我？我只是为姐姐回家高兴。父亲，您都看见了，他刚回府就动手打人，现在还要杀瑶瑶，这种蛇蝎心肠也配做王府嫡女？小宁，你太让为父失望了。示弱是不会，父亲教训的是女儿不对。哥哥骂的对，我从小在青楼长大，挨打挨习惯了，有人伸手我就以为要挨打，这是本能反应。可你也不能。母妃，我在青楼10年，每天都活得战战兢兢，若不先下手，死的就会是我。父亲，女儿真的很怕。宁儿不怕，是为父考虑不周。这头冠真美，我在青楼时连这完整的木簪都不配拥有。我不是要抢你的东西，我只是想要一件属于我的东西。你胡说，这明明是我的。过去的事都过去了，你总提那些干什么？想卖惨是吧？不，其实头冠我不要也罢。我真正羡慕的是妹妹能在父母膝下成婚。既然这个家容不下我，我走便是。小宁，别走，是父亲没照顾好你。你想要什么，父亲都给你。父亲，我就想要这顶头冠，还有嫡女应有的郡主封号。父亲，王爷，郡主封号，瑶瑶也盼了许久了。这头冠和封号，按规矩本就是小宁的，我说给谁就给谁。眼泪和示弱换来的怜悯转瞬即逝，我失去的一切会亲手一件一件夺回来。莫非我的心肝，你都须明白，娘给你的才是实在的。真的吗，母妃？你看，这是娘经营多年的私库，里面不光有珠宝首饰，还有荆江3处庄园的地契，如今都给你做嫁妆。母妃，姐姐刚回府，二是连件像样的头面都没有，这钥匙女儿不能要，还是给姐姐吧。好一副母女情深，如此我便都抢过了。给她做什么？
他一个刚从那种地方回来的人，没得糟蹋了东西，府里自会给他准备新的。多谢母妃，多谢妹妹。妹妹如此深明大义，我若再推辞，倒显得我不懂事了。秀宁，快把钥匙还给瑶瑶。说起来，我长这么大还从没有一件嫁妆呢。今天倒是托了母妃和妹妹的福，终于有了自己的嫁妆库房了。哎呀，遗传钥匙给了便给了，给谁不是给啊？对了，小宁，明日皇后赏花宴，你初次入宫，务必谨言慎行。对了，还有你瑶瑶进了皇宫之后，你多帮衬着姐姐些。父亲，您放心，女儿已与几位郡主、贵女约好，明日定会好好照顾姐姐，让她终生难忘。贱人，你给我等着！静安王府果然没让我失望，这些富贵荣华本就该是我的。魂汝安归王府，无心稍安，此后万事皆顺。明枪易躲，暗箭难防。这赏花宴是他们的猎场，又何尝不是我的？瑶瑶，这位姑娘瞧着面生的很呢。你看她那样子，举手投足没有半分大家闺秀之态，怕是哪个乡下来的土包子，没见过宫中这等世面吧？诸位姐姐，她是我从府里带来的丫鬟，今日我带她入宫，怕是有些紧张，失了分寸。大家要是有什么杂活，尽管指使她便是。你还愣在那里做什么？没点眼力见，还不快过去坐下，别在这里杵着，碍了各位贵人的眼。妹妹，真是越来越不懂规矩了。一个养女也敢指着嫡女的鼻子安排座位了？你在胡说些什么？哼，看来我有必要向各位介绍一下，以免有人继续混淆视听，尊卑不分。我沈宁才是静安王府名正言顺的嫡长女。至于这位，她是我府里的养女，当年她的生母把我卖到洛城，她才得以在王府享受了10几年富贵。如今我回来了，她倒忘了自己的身份，所以我得提醒她。原来她是静安王找回来的真千金，沈瑶居然是养女，难怪沈瑶跟静安王夫妇长得一点都不像。沈宁，你给我闭嘴！贱人，你居然敢打我！沈宁，放开！大庭广众羞辱王府千金，父亲母妃绝不会饶你。打你就打你，还需要挑日子吗？别忘了，我才是静安王府的嫡女，父亲母妃难不成还能为了一个养女不认自己的亲生女儿？你！沈宁，你给我让开！这个位置我看上了。凭什么？这是皇后娘娘按品级安排的。凭什么？就凭规矩是给守规矩的人定的。而你，你不配。妹妹怎么如此不小心，连杯茶都端不稳啊？快擦擦，这般模样岂不失了王府体面？沈宁，你是故意的。是又如何？你能拿我怎样？小哥哥，怎么了，瑶瑶？谁把你弄成这样？是姐姐，我只是想将好位置让给姐姐，
他却泼我茶水，还当着我辱我。那是英国公府的萧世子吧？身份多金贵啊！听说他跟沈二小姐是青梅竹马，还订了婚外情呢。这王府真千金，这下糟了！得罪萧世子，怕是在京城待不下去了。哪来的野丫头？见了世子还不行礼，懂不懂公规？我姓沈，乃陛下亲封的靖安郡王嫡女。你一介奴婢，也配在我面前论公规？你英国公府的文风，今日倒是领教了。世子真牙尖嘴利，果然是从窑子里回来的，千人整万人夸的下贱胚子。即便穿上华服，也改不了骨子里的粗鄙下贱。方才瑶瑶说你抢她位置，泼她茶水，可是真的？姐姐，你别生气，萧世子都是瑶瑶不好，是瑶瑶自己抢了姐姐的位置，不怪姐姐的。别乱喊，你不过是我府里的养女，摆正自己的位置，别总想着攀关系。姐姐，我知道你不喜欢我，我只是想帮你融入大家，你怎么能这么说我？沈宁，瑶瑶处处忍让，一心为你着想，你竟如此恶语相向，方才那般羞辱她，现在还敢咄咄逼人，你真当没人治得了你？她要是善良，方才就不会编排我是丫鬟，还想让我去做下人的席位。我没有，姐姐你误会了，我只是担心姐姐不知礼数，给王府丢脸。沈宁，任你巧舌如簧，也改变不了你心思恶毒，当众欺凌瑶瑶的事实。现在立刻给瑶瑶下跪道歉，再保证以后不再欺负她。我可以饶了你，否则我让你在京城待不下去，连靖安王府都保不住你。跪下道歉，萧世子，好大的口气！我沈宁，亲王嫡女，可以跪天跪地跪父母君王，何来跪一外姓臣子之说？难不成你有僭越之心？我可记得觊觎储君之位，可是谋逆大罪啊！你敢污蔑我，沈宁，你找死！姐姐，你怎能血口喷人？萧世子他只是为了帮我，没有半点谋逆的心思。你这是要陷他于死地啊！我不过是顺着萧世子的话说，他就说要让我在京城待不下去。我问问他是不是想当太子，怎么就成了污蔑？难不成我说中了某些人的心思？你胡说八道！哼，我不过是教训你这个不懂规矩的丫头，什么时候有过僭越的心思？算了，我懒得跟你这种乡野丫头争论此等大逆不道之言。你赶紧和瑶瑶道歉！道歉？给沈瑶这种抢我身份、靠装可怜博同情的养女道歉？萧世子，你怕不是被他灌了什么迷魂汤，脑子都不清醒吧？放开！萧世子，要不就算了吧。姐姐她刚回京城，不懂宫里的规矩，要是真闹大了，父亲和母妃会担心的。沈宁，今天你必须道歉，否则别想走出这个门。萧玉，你被沈瑶当枪使，还觉得自己很威风？你就是个被女人玩弄于股掌的无脑蠢货，连真假是非都分不清。你找死！说得好，让他嘴硬。哎呀，姐姐，没事吧？早就告诉你别嘴，现在知道疼了，赶紧道歉，我还能让你体面的走出去。既然是你先动手伤我，可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我看你是酸傻。你敢对我动手？姐姐，你怎么能对萧世子下这么重的手啊？姐姐看不惯我，有什么都冲我来就好。要是萧世子有个三长两短，整个靖安王府都会被连累的。哦，你简直无法无天！此事我定要。你们在做什么？在见王后娘娘。今日我会让你知道，神机就是神机，
永远成不了凤凰。哼！哎呀，好疼！啊，我的脸，我的脖子，我的脸，我的脖子！皇后娘娘，你要为臣女和萧世子做主啊！这是怎么回事？皇后娘娘，是萧世子他们欺负我，臣女在此处赏景，萧世子带着人过来，不由分说便拦住臣女去了，言语羞辱不止，还强逼臣女给沈瑶下跪道歉。臣女不愿，据理力争，萧世子便动了怒，对我动手。你胡说！皇后娘娘，她血口喷人，明明是姐姐她先对臣女恶语相向，还用不知名的毒粉，害臣女起了疹子。妹妹，你怎能如此颠倒黑白？那疹子从何而来？妹妹，你心中当真没数吗？我知道，你一向不喜我回来，觉得我分了父亲母妃的宠爱，占了你嫡女的位置。可你也不能因此就伙同外人，如此诬陷于我呀！沈娘，你装什么可怜？分明就是够！皇宫内院吵吵嚷嚷，成何体统？此事孰是孰非，本宫自会查个水落石出。英国公府萧夫人到。臣妇参见皇后娘娘。玉儿，你竟敢在宫中与人动手！皇后娘娘在此，还不快请罪！娘，我只是不小心，他也动了手打我啊！你哪里受伤了？让娘看看哪里呀！下流！萧夫人，您别怪萧世子，都怪我，是我跟姐姐起了争执，萧世子只是想护着我，才跟姐姐闹起来的。哦，是这样啊。那日后还请沈姑娘和世子保持距离，免得世子日后再为你出头受伤。娘，跟瑶瑶没关系，都是沈宁的错。给我闭嘴！还嫌不够丢人是吧？沈宁小姐，你额头上的伤怎么样了？等我回去，我一定好好教训这个逆子。晋安王王妃，晋安世子到。参见皇后娘娘。平身，去看看你的女儿吧。谢娘娘。瑶瑶，你没事吧？有没有受伤？母妃，是谁欺负你？母妃一定会为你做主。母妃，瑶瑶，你这脸是怎么了？怎么起了这么多疹子？母妃，是姐姐一时冲动，所以才往我身上撒毒粉。我没事的，您别为了我跟姐姐生气。你说什么？小宁？瑶瑶，你就是太善良了，明明故意用毒粉害你，你还不能说谎。你这性子真是太容易受欺负了。玉儿，小宁，你怎么能这么狠心？瑶瑶性子软，从来都是乖巧懂事，你就算再不满，也不能用毒粉害她啊！你是不是看着我疼瑶瑶，心里嫉妒，就故意针对她？母妃说的对，你刚回府就闹得鸡犬不宁，简直是无法无天了。果然除了钱和权，这个家再无半分值得我期待的。哥哥，母妃，你们别这么说姐姐，姐姐她只是还没适应，不是故意要欺负我的。我的傻瑶瑶，都被人欺负了，还帮着说话，还真是感人啊！一个养女装可怜，亲娘和亲哥哥就不分青红皂白的指责亲生女儿。哼，你们不愧是一家人。
沈阳，你可真会演啊！京城里最有名的戏子，怕是都比不上你的本事吧？无非姐姐都即将女儿比作戏子，女儿虽身份卑微，但也有尊严啊。沈宁，你放肆！立刻给瑶瑶道歉，否则我绝不饶你。皇后娘娘，您都看到了，沈宁她言行无状，心肠歹毒，求娘娘为臣的妹妹做主，严惩沈宁，以儆效尤。皇后娘娘，晋安世子所言极是，沈宁嚣张跋扈，若不加严惩，只怕日后更加无法无天。请娘娘明断。娘娘，是臣妇教女无方，才让她闯下如此大祸，但请娘娘看在她年幼无知。但凭娘娘发落。好了，此事本宫自有主张。宫中发生此等事情，本宫必定会查明真相。若真有人使用此等阴私手段，无论是谁，本宫绝不轻饶，定严惩不贷。皇后娘娘圣明，既然要查明真相，那不如就从源头查起。你们口口声声说我用了毒粉，证据呢？就凭他几句话和几个疹子？瑶瑶的脸就是证据，她难道还会自己害自己不成？哦，是吗？那不如让我们看看，究竟是谁身上藏着这些不上台面的东西。姐姐，你要干什么？这就是证据，这就是证据。妹妹，你说说，你荷包里藏着这东西，是想给谁用？这不是我的，莫非是你？是你一早把这毒粉藏在我荷包里，故意陷害我。陷害？从进御花园到现在，皇后娘娘和诸位都看着，我哪来机会藏？妹妹这谎也太拙劣了。沈宁，你知错不改，还敢给瑶瑶泼脏水，简直无可救药！臣女恳请皇后娘娘明鉴，还臣女清白。就算荷包从瑶瑶身上拿的，也不能证明毒粉是她的。瑶瑶性子纯善，连蚂蚁都不忍踩，怎会藏着阴毒东西？倒是你，回府就处处针对瑶瑶，依我看，指不定是你栽赃。娘娘明察，瑶瑶是臣妾亲手抚养长大，她心性如何，臣妾是最清楚。这其中定有小人作祟，欲毁我晋安王府清誉。好一个纯善的沈瑶！方才在众目睽睽之下，沈瑶亲口指认我为她的丫鬟，命我去那下人席位就坐。我不过道明自身嫡女身份，她便哭哭啼啼的向萧世子哭诉我欺凌于她。这一切在场诸位贵女皆是人证。娘娘若不信，一问便知。好了，你们如实说来，方才究竟是何情形？温娘娘，沈二小姐确实曾说沈大小姐是她带来的丫鬟。瑶瑶，不是这样的，莫非不是这样的？到底是谁手段龌龊，又是谁鸠占鹊巢，仗势欺人？娘娘明鉴。莫非我不是故意的，我只是害怕自打姐姐回府，父王将属于我的头官封号都给了他，我怕父亲母妃不再疼我，怕这个家再也没有我的位置，我只是一时昏了头。傻孩子，莫哭啊！是母妃心尖上养大的女儿，母妃待你的心意，何曾变过半分？纵是您儿回了，你仍是母妃最疼爱的瑶瑶啊！
你仍是母妃最宠爱的瑶瑶。宁儿，咱们再怎么说也是一家人，瑶瑶也是一时糊涂，你便看在母妃的面上，宽宥她这一回，可好？母妃此刻倒记起我与你们是一家人了。方才沈瑶口口声声指控我施用毒粉，欲置我于死地时，母妃可曾念过半分骨肉亲情替我说话？母妃只是……都说我欺沈瑶，可究竟是谁窃占我身份16载？我不过是想拿回本就属于我的东西，护住我嫡女应有的体面与尊严，这便叫做欺负吗？我被奶娘调回，10岁卖去青楼，日夜活在恐惧里，原以为回家能得温情，可母亲眼里只有瑶瑶，兄长也只护着她，可我才是静安王府名正言顺的嫡女，我为何要受这等屈辱？宁儿，是母妃对不住你，忽略了你的委屈。母妃，瑶瑶，沈大小姐，沈大小姐，玉儿方才莽撞，我代她向你赔不是。萧夫人不必多礼，今日之事，我先与夫人道声谢。何出此言？玉儿有错在先，我代她赔罪是应当的。今日在场的诸位，或护着沈瑶，或指责我沈宁咄咄逼人，唯有萧夫人，您问了我一句伤势如何？可萧世子推得我头破血流，还说要让我在京城无立足之地，这般行径，哪是一句代赔不是能结果的？他该自己承担代价。够了，沈宁，你无非就是怨恨我们偏心瑶瑶，可她毕竟是王府养了几十年的女儿，我们多呵护着她些，有何不对？反倒是你，回府之后便处处揪着旧事不放，锱铢必较，何曾有过半点一家人的样子？兄长说的真是轻巧。说当年被偷换人生的是你，如今归来，却发现所有亲人都护着那窃取你人生之人，你还能否站在此处这般大度宽容？你罢了，牙尖嘴利，我说不过你。我若在王府长大，得父母宠爱，怎会不愿和他和睦？兄长今日所见的我这般斤斤计较、寸步不让，岂不正是拜这16年颠沛流离所赐？姐姐，都是我的错，我怕失了爹娘宠爱，才糊涂犯错，求姐姐原谅我，也饶过萧世子吧。妹妹这般作态，叫不知情的人瞧，倒像是我这做姐姐的在如何刻薄刁难你。瑶瑶，此事不怪你，本世子也用不着他沈宁谅解。玉儿，没有你说话的份。即使如今真相大白，臣女依旧落得众矢之的。天理昭昭，请娘娘做主。沈宁，你……瑶瑶已将姿态放得如此之低，你还要如何？左右不过是些女儿家间的口角摩擦，你莫非真要闹得所有人颜面尽失，无法收场才肯甘心吗？娘娘，母亲今日之事，都是女儿家间，是小性子的误会。静安王府与英国公府乃是世交，更有婚约在先。娘娘，此事就此作罢，就不饶娘娘烦恼了。真是好手头，明着是劝和，实则把不懂事揪着不放的帽子扣在了我头上。此处何时喧哗？娘娘，皇后娘娘，大老远我就听着此处争执不休，成何体统？究竟发生了何事？父亲，您可算来了。
他们都合起伙来欺。你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孽障，竟敢对靖安王的嫡女动手，还把人伤成这样，规矩都学到狗肚子里去了。呀，现在立刻向沈大小姐赔罪，若不得沈小姐原谅，你就不必再回国公府了。沈大小姐别生气，今日之事是我不对。萧世子认错便好。伯父，别怪萧世子，要怪就怪我好了。儿，自从宁儿回府，你母亲兄长怕你多想，比以往更加疼你宠你，怎么会觉得王府冷落你？今天竟然做出这种上不得台面的事，太让我失望了。父亲，瑶儿实在是心中惶恐，担心失去父亲母亲的宠爱，所以才……父亲，您别生气了，气坏了身子可怎么办？好，终究是女儿不好，不该在这大庭广众之下与他们争执，损了妹妹的颜面，才闹至如此地步。宁儿何错之有？你是王府嫡女，莫要妄自菲薄，日后谁敢辱沈家嫡女，我们靖安王府绝不姑息。我要的从来不是一句道歉，而是靖安王大庭广众之下的偏袒。我要让天下人知晓，我沈才是靖安王府唯一的嫡女。父亲也太狠心了，为了给沈宁出气，罚我在祠堂跪了一晚上。如今又亲自去请沈宁用膳，这才回来几日啊？父亲就这般偏心？这次确实是宁儿受了委屈，父亲已经被攻破，不能再让母亲也站在那个贱人那边。母亲，都是我的错，以后要是姐姐怨恨我，也是应该的。怎么能全怪你？母亲，沈宁处处欺负瑶瑶，依我看，他就等着要挑瑶瑶的错处，心机深沉，咄咄逼人。父亲，女儿知错了，女儿不该与姐姐争执，更不该让姐姐受伤。求父亲莫要生气，不要跟女儿重复啊！你好糊涂啊你！这些年我们待你如嫡女，你却在皇宫对自己长姐无礼，眼里可有王府颜面？王爷息怒，瑶儿她已知错了。父亲，瑶儿也是一时糊涂，您就饶她这次吧。父亲，您消消气，妹妹既已知错，此事便就此接过吧。还是宁儿懂事。父亲已同英国公谈妥，罚他萧玉在府中禁足3月，每日抄100遍《论语》自省。往后那小子绝不敢再对你无礼。多谢父亲为女儿做主，有父亲庇护，女儿心中便安稳了。今日之事虽有你长姐为你求情，但同样惩罚不能少。从今日起，停掉你1年的月银。父亲，1年月银并非小数，这您罚的是不是太重了？王爷，平日里世家小姐出游买个小物件，身上不带银子会让人笑话的。瑶儿既已知错，改了便是。这月银是否可酌情减免些许？够了，此事我已决断，休要在意。起来，有膳。是你。对了，宁儿，再过3日便是你的生辰了。王爷前几日还同我商议，定要为你好好办一场生辰宴，既是为你庆生，也顺便向京城里的各位王公贵族昭告你的身份。不错，此事我已吩咐下去，着手筹备，定要办得隆重体面，断不会让你受半分委屈。多谢父亲母亲，姐姐真是好福气，刚回府便能有这样盛大的生辰宴，
3日后也是瑶瑶的生日，往年都办生辰宴，今年却换了人，传出去，让瑶瑶如何自处？这……父亲、母亲，既然我和姐姐是同一天生辰，不如我们一同办生辰宴，岂不更加热闹喜庆？也显得我们王府姐妹和睦，省得旁人说闲话。你们觉得如何呀？哎呀，好，好，好，瑶瑶能有这份心思，父亲甚慰啊！就这么办，姐妹俩一起庆生。看瑶瑶多懂事乖巧，你以后记着点瑶瑶的好，别总想着法子欺负她。生日宴本是为了昭告我嫡女的身份，跟沈瑶一起办，反倒像是平起平坐的亲姐妹了，说不定还会被沈瑶抢个风头。她倒是打的好主意。父亲，我不过是一场宴席，与妹妹同办又如何？父亲母亲皆是为了府中和睦考量，你莫要不知好歹，负了长辈好意。兄长这话不对，这场宴本是为昭告我嫡女身份，与沈瑶同办，岂不是模糊了嫡庶？好，够了，都不许胡闹！生辰宴那天，谁都不许出幺蛾子。这次我不仅遍邀京中权贵，还特意递了帖子请皇上驾临。若是因为你们姊妹不睦搞砸了，我饶不了你们。什么？能让皇上亲自来参加生辰宴，这可是天大的荣耀啊！父亲，您太厉害了，女儿到时候一定好好表现，绝不给父亲和王府丢半分颜面。为父请圣驾亲临，一是为你们姐妹庆生添些光彩，二是有一桩要紧事。陛下近来有意推进河道疏浚的项目，为父想借此良机，自请督办此事。若能成事，于国于民有利，亦能稳固我静安王府在朝中的地位。所以那日容不得半点差错。父亲放心，女儿不会让父亲失望。姐姐可要谨言慎行，别像上次不知礼数，免得冲撞了皇上。沈宁，疏浚河道是朝堂大事，你一个从青楼里出来的，连账本都未必能看懂，到时候少开口乱说话，别让别人看出你是个啥也不懂的草包，丢了王府的脸。父亲，若是女儿能助您达成心愿，您要如何奖励女儿？父亲，若是女儿能助您达成心愿，您要如何奖励女儿？如何奖励？我倒是很看好姐姐。沈宁，朝堂之事可不是儿戏，你就使劲出风头吧，当心聪明反被聪明误。瑶瑶，你别捧着她，一个刚回府的丫头，既没人脉又没本事，还敢夸下海口帮父亲成事，简直是痴人说梦。到时候别搞砸了，连累整个王府。宁儿啊，疏浚河道乃关乎国计民生大事，其中牵扯户部银钱调拨，地方协调，绝非儿戏。你刚回府没多久，连京中局势都没摸透，又懂什么朝堂事务啊？宁儿，母亲知道你想分忧，但这事你掺和不了。你没读多少书，连账本都看不懂，别帮不上忙，还添乱。依我看，你不过是想哗众取宠，妄图争功罢了。届时只怕功劳抢不到，反将脸面丢尽。世间万事未曾尝试，焉知不成？女儿只问父亲一句：若女儿果真侥幸能助父亲促成此事，您可不能吝惜赏赐。好，我就认你这股劲儿。成了，金银、身份都给你。但若是办砸了，损颜面，休怪本王不讲父女情啊！父亲放心，女儿既敢开口，便自有分寸，定不会令您失望。好，好，好，
哎呀，永山，永山，等着看吧，到时候他肯定会哭着求父亲原谅。沈宁，我本只想在生辰宴上压你一头，没想到你这么急着去送死，我倒要看看你怎么把这大话圆回。哎呀，你来了，恭喜恭喜啊！是啊，瑶儿，哥哥，生辰快乐！哇，这太漂亮了！这莫非是西域进贡的羊脂美玉？听闻这般成色的玉料，整个京城也寻不出几件，世子爷真是用心至极了。哥哥，这太贵重了，瑶儿太喜欢了，多谢哥哥。傻丫头，你是我唯一的妹妹，我不对你好，又能对谁好？皇上驾到！吾皇万岁万岁万岁！都平身吧，今日朕不过是来讨杯寿酒，沾沾喜气。诸位不必拘礼，自在些便好。谢陛下。沈公子，方才您赠与杨妹妹的羊脂玉镯，当真稀罕，想必也给宁儿妹妹备下了贺礼，不如一并拿出来，让我们开开眼界。这是自然，两位妹妹皆是至亲，为兄又怎会厚此薄彼？宁儿，这是为兄送你的生辰礼。姐姐怕是欢喜的怔住了，妹妹替你瞧瞧兄长的心呀。兄长真是体贴入微呢。诸位，可莫要小看了这盆土。兄长说了，姐姐啊，自幼长于乡野，刚回王府，恐怕会水土不服，身子不适。兄长特意去姐姐旧日居所挖了这盆故土带来，以为姐姐思乡之情，保姐姐身体健康呢。这岂是贺礼，分明是折辱人啊！乡野黄土竟也能当生辰礼，当真是开了眼了。不过黄土配乡野丫头，也是黄花配绿豆啊！多谢兄长，此礼确实十分特别。沈泽公子真是思虑周全，体贴入微呢。哎呀，正是呢，我与兄长琢磨了数日，唯恐姐姐刚回府里不适应，特寻来这故土，也好叫姐姐有个寄托念想之处。沈宁，别以为父亲接你回来，给了你几分好脸色，你便能觊觎属于我的东西。兄长、母亲，这王府里所有的宠爱与尊荣，都是我的。这是沈宁，你疯了不成？竟敢在御前，在众目睽睽之下对瑶儿动手！兄长，我只是想同姐姐解释你的良苦用心，把她误会了。她为何突然就动手了？陛下恕罪，臣教女无方，小女自幼流落在外，疏于管教，性子顽劣不堪，竟至御前失仪，臣定当严加管教。无妨，当初就不应该信任把你接回府，竟然给家里接回来一尊瘟神，害了姚妹妹不说，如今还在皇上面前丢人现眼，给整个晋安王府抹黑。沈宁，你居然敢动手打我！你居然敢动手打我！今日我定要好生教训你这个不知天高地厚、目无尊卑的野丫头！兄长，皇上还在这看着呢。你若当众对我动手，是想让皇上亲眼看见你身为晋安王世子，在生辰宴上对刚回府的妹妹动粗吗？
到时候旁人只会说靖安王府教出的儿子蛮横无理，连基本的兄友弟恭都做不到。方才我与兄长、妹妹玩笑嬉闹，一时失了分寸，动作大了些，惊扰诸位雅兴，宁儿在此赔罪了。今日原是我与妹妹的喜庆日子，本该热热闹闹的，千万不要因这点小小插曲坏了兴致，还请诸位尽兴。哎，真不靖安王，臣在。你这刚寻回来的女儿，倒是有趣的紧，临危不乱，还能控住场面，颇有几分你年轻时的气度。陛下过奖了。只是你那一双儿女，今日之举着实算不得体面，未免失了你王府应有的气度。陛下教训的是，臣惶恐，定当严加管教。我早就警告过你们，今日圣驾亲临，务须谨言慎行，莫要失了王府体统。你们倒好，竟敢在生辰宴上闹成这样！父亲，是您先动手。闭嘴！你方才如何针对你妹妹？真以为我这个做父亲的眼瞎了？王爷，孩子间的小打小闹而已，别少了皇上的兴致，可别耽误了正事。宁儿啊，方才你做得很好，走，随为父来觐见陛下。看王爷这般态度，这位刚回府的真千金怕是不是了。这真千金气度不凡，谈吐有度，完全不输世家大族养的千金啊！难怪要接回来。江南水患，哪是沈云这个草包能动的？沈云，等你冲撞了皇上，那可是杀头的大罪，我看你怎么下得了台。哥哥，走。臣女沈宁叩见陛下。陛下，小女沈宁不懂事，让您见笑了。爱卿不必苛责，朕见她临危不乱，懂得分寸，是个好孩子。起来吧。谢皇上。您竟是皇上？宁儿，休得胡言乱语。陛下威仪无双，怎容你这般失仪啊？怎么？莫非朕看起来不像皇帝？臣女万万不敢。陛下天威赫赫，臣女岂敢有半分不敬之意？只是太惊喜了，一时欣喜忘形，失了分寸，求陛下恕罪。臣女方才失仪，实是因见陛下盛容，忽地想起一桩旧事。斗胆请问陛下，可还记得5年前洛城西街巷口？洛城西街，你且细细说来。那年，臣女被青楼的人追打，险些丧命，幸得一位贵人途经出手相救，臣女才得以苟全性命。臣女多年来一直苦苦寻觅恩公下落，只盼能报答当日救命之恩，却始终不知恩公身份。今日见了陛下的眉眼，才斗胆妄加猜测。原来是你！当年那个浑身是伤，却死死抱着墙角，还咬了那恶霸一口的倔强小姑娘，朕倒是想起来了，那般子烈性，确实令人印象深刻。这个贱人居然运气这么好，我今天必须让他得到教训。正是臣女，若非陛下当年仁心相救，臣女早已是洛城孤魂。救命之恩，无一日敢忘。今日得见恩公竟是真龙天子，臣女实在不知该如何是好。皆是陈年旧事，不必时时挂怀。你能安然归家，亦是你的造化。谢陛下隆恩，臣女无以为报。前些时日，偶闻父亲说起，陛下为国事操劳，时常难以安寝。正好这几日，臣女寻得几味安神静心的草药，把它制成了安神香，将此香燃之，可以助陛下缓解疲惫，心绪宁静。难为你如此有心。
此香清而不腻，比朕宫中的更合心意啊！靖安王，陛下，你这女儿和你一脉相承，知恩图报，心思细腻，是个好孩子呀。陛下谬赞，都是小女运气好，能得皇上垂怜。皇上厚爱，臣女愧不敢当。姐姐心性爱出风头，嘴上说什么不敢当。瑶儿，不得胡言。父亲，不是姐姐毛遂自荐，说能治理江南的水患吗？我只是提醒，别耽误了江南的百姓。你当真能治理江南的水患？回陛下，臣女确实有一计。江南水患可不是小打小闹，不是决堤就是干涸。朝廷派了无数朝臣都无法根治，一个小姑娘懂什么？哗众取宠罢了。我看这王府嫡女刚回府，就知道出处风头。就是而已。姐姐，你可要想好了，你从乡下来，又没读过书，即便说不出个所以然，陛下也不会怪罪。可若是说错了，那可是江南几万条人命，不是你能拿来哗众取宠的工具。爹，您真有沈宁这么胡闹下去？要是连累了王府，这……我既然能说出口，自然有10%的把握。好，没想到朕与你这女子这么有缘分。你若能治理江南水患，朕不光赏王府黄金万两，还赐你一块空白圣旨，你拿去随意落笔。皇上，光讲不罚，那岂不是人人都可随意胡言乱语？瑶瑶，沈宁，要怪就怪你自己口无遮拦。所言极是。既然如此，若是沈宁不能治理水患，那便逐出京城，哪里来的回哪里去吧。沈家教女无方，也该罚。皇上，靖安王府和沈宁并无……闭嘴！若是王府出事，别怪我不念及父女情。靖安王，臣在。沈宁，你且说了。回陛下，臣女认为可在主河道旁开辟新河道，这样一来，河床偏高，洪水期自动流入新河道，还能方便周边百姓灌溉，一举两得。妙啊！化赌为输，我当初怎么没想到啊？此计甚妙啊！靖安王，你当真有个聪慧的好女儿。朕说话算话，来人开国库。是皇上。多谢陛下。沈大小姐真是深藏不露，没想到竟然有如此谋略。对呀，跟沈二小姐一比，简直云泥之别呀。哎，可听说王妃处处偏袒沈二小姐，对大小姐生疏得很，这下押错宝了。这个草包怎么会？我不信。灵儿居然有如此才学，怎么没跟母亲说过？母亲眼里何时曾有过我？我……沈宁确实是个奇女子，朕便给你一个机会。近日，皇家新办的崇文堂正招宗室女子入学，你若愿意，便去那里读书，好好学学礼仪典籍，日后也能多些见识。臣女叩谢陛下天恩，谢陛下，定不会辜负陛下今日期许。不愧是父亲的好女儿啊！今天多亏了你啊！本王早就警告过你们，今日陛下亲临，务必谨言慎行，不要丢了晋安王府的脸面。你们倒好，当着满朝权贵的面，把王府的脸都丢尽了呀！父亲息怒，女儿不是故意的呀，万万不曾想。住口！巧言令色！
若非宁儿临危不乱，化解了你们这两个蠢材惹出的风波，更是立下治理水患的大功劳，甚至得恩准他入崇文堂进学。你们以为今日这场闹剧能轻易善了？父亲，姐姐既去了崇文堂，女儿也要去，女儿也想跟着先生学习礼仪典籍。父亲，瑶瑶所言极是，她自小聪慧，又在府中读了这么多年书，让瑶瑶去崇文堂，将来才能给王府争光啊！就是，万一沈宁在里面不懂规矩，丢了王府的脸，那岂不白费了皇上的恩典？哦，大哥是说妹妹读了这么多年书，还不如我这个没见过世面的乡下丫头。王爷，瑶儿说的在理，那崇文堂乃皇家学府，能入内读书是天大的恩宠与荣耀。宁儿在民间长大，没学过什么礼仪，让瑶儿一起去也好有个照应。父亲，女儿真的很想去崇文堂读书，您就帮帮女儿吧。姐姐是沈家的女儿，难道瑶瑶就不是了吗？哎呀，罢了罢了，明日本王便觐见陛下。市长提上一提，但是成与不成，全看陛下决断。谢父亲，父亲对女儿真好。谢父亲，儿臣就知道父亲最疼瑶瑶。王爷英明，有您出面，陛下定会应允的。就这么定了。站住！沈宁，你今日分明是故意在宴上生事，让我与瑶瑶当众出丑，颜面尽失。你究竟安的什么心？若不是父亲一味偏袒维护，我定要好好教训你。兄长还是先管好自己人。今日之事，若不是你先用黄土羞辱，再在众人面前煽风点火，说到底，都是你们自找的。你还敢狡辩？若不是你故意在皇上面前装可怜、攀旧情，皇上怎会特许你去崇文堂？瑶瑶比你懂事100倍，她比你更配去那皇家学府。你就是个灾星，自打你回府，王府就没安生过。灾星，若不是我在生辰宴上稳住场面，化解风波，恐怕整个王府都要因为你和沈瑶的愚蠢受罚。你，兄长，往后管好你和沈瑶的手脚，别再想着挑衅我。下次再敢惹我，可就不是禁足这么简单。哥，你看他。多谢高知圣上喜好，明神香一事深得圣心，河道书卷项目与崇文堂名额皆已到手，附赠银票5000两，表表谢意。小姐，小姐，进。王爷吩咐，这是赏给您的，匣中是银票5000和一副新打制的赤金首饰，让您好生收着。这些姐姐在外面受苦时连见都没见过吧？说起来，姐姐在青楼里待了那么久，见惯了穷酸日子，如今得了这些赏赐，就该心满意足，安分度日才是。妹妹这话倒是启动，父亲赏我的东西，与妹妹何干？再者，青楼是什么地方？妹妹从未去过，又怎知那里的日子如何？倒是妹妹刚被父亲禁足，不在自己院中反省，反倒跑到我这里说这些酸话，就不怕父亲知道了，再加罚你？
我不过是来好心提醒姐姐罢了。用不着。沈宁，别以为得了父亲的赏赐，皇上的青睐，就能在王府站稳脚跟。等进了崇文堂，我定能比你学得好。到时候，所有人都会知道，谁才是静安王府真正拿得出手的小姐。若妹妹真有本事，便凭自己的能力拿到崇文堂名，而非靠父亲去求皇上。左右也不过是个靠旁人施舍的可怜虫罢了。宁儿啊，这是母亲为你备下的一对玉镯，明日你便要入崇文堂了。母亲听闻英国公府的萧玉世子也会在堂中学习，你们年岁相仿，往后在学堂之内，还望你们多互相照拂。母亲，萧玉世子与女儿早有婚约之意，你怎可让姐姐去接近他？这岂不是将世子往姐姐身边推？休得胡言！英国公府何时正式下过聘书？此事未有定论，岂容你妄言？敏儿是王府嫡女，如今有得陛下青睐，让她与萧世子多些往来，于王府将来大有益处。你莫要再次任性妄为。英国公府定是听说我得了皇上青睐，又能去崇文堂读书，觉得我比沈瑶更有价值，才想让萧玉跟我攀关系。母亲用心良苦，女儿明白了。若是萧世子有需要，臣女定会尽力帮忙。母妃从小教女儿礼仪，父亲也送女儿去崇文堂学诗书，不就是为了嫁给萧世子吗？为何又让姐姐……别打扰姐姐休息，走。不，走。萧玉那种腹中空空的草包，妹妹还是当个宝抱着吧。我要的从来都不是甘心屈居后宅做一个主。父亲，你回来了。怎样？哎呀，放心吧，陛下破例同意让沈瑶也进入崇文堂读书。太好了，多谢父亲。看到了吗？我也去。萧哥哥，在等我吗？哟，你又变漂亮了。哟，沈大小姐，我知道母亲此前曾嘱托你在学堂内对我多加照拂，但我与瑶瑶自幼一同长大，情谊深厚，早有结亲之意，你最好不要生出非分之想。姐姐，你听清了，萧玉是我的，你莫要痴心妄想。这门亲事本来就是和王府小姐的，哪轮得到个养女横插一脚？沈宁，你又要跟我这……萧哥哥，你看他呀！王府嫡女又如何？你流落民间10几年，粗俗卑鄙，早就不配进我英国公府的门。我警告你，以后在崇文堂离我远点。愚蠢又可笑的草包，我沈云可看不上这种货色。妹妹怕是忘了，你终究是养女身份，而萧世子乃是英国公府嫡出的世子，你们的婚事最终怕是还得英国公与夫人点头，不是你一句轻飘飘的早已定下心意便能作数。我与瑶瑶之事自有做主，父母那边我自会去说。我萧玉此生非瑶瑶不娶。萧哥哥说的对，我们二人情投意合，定会克服所有阻碍。倒是姐姐，孤身一人在这崇文堂，怕是连个真心待你的人都没有吧？随你们的便，只是奉劝二位，在这崇文堂内，最好谨言慎行，安分守己，莫要再如生辰宴那般丢人现眼，将梁府颜面置于地上践踏。萧哥哥，你看他这副目中无人的模样，定是仗着得了皇上的青睐，便越发不把我们放在眼里。
定会给他好看。父亲，母亲，今日在崇文堂，萧玉世子当着诸多同窗的面，对我立下誓言，说他心意坚定，定会娶我过门，还让姐姐莫要痴心妄想。你莫要高兴得太早。今日英国公府已派人来过府中，说萧玉的婚事要重新考虑。他们更属意让萧玉娶小宁。为何？我与萧玉自幼一同长大，青梅竹马，凭什么要让给姐姐？难道就因为她是嫡女，我便活该什么都得不到吗？父亲，瑶瑶与萧世子两情相悦，京城谁人不知？怎能说变就变？这传出去，瑶瑶必然沦为京城笑柄，这让她以后如何自处啊？泽儿，此事并非为父所能左右。英国公言道，宁儿是王府正嫡出身，如今又得陛下青睐，日后前途不可限量。萧玉若娶了她，与英国公府与我们靖安王府皆是两利之事。至于瑶儿她养女的身份，终究是差了一截。我不管这些，我只嫁给萧玉。父亲，您最疼瑶儿了，您快替女儿想想法子呀！身份，又拿身份说事。瑶瑶实实在在在王府长大，她哪里比不上沈宁？沈宁就只会嘴上功夫，侥幸哄陛下开心罢了。王爷，临时换人事关重大，不能儿戏。且不说对瑶瑶太过残忍，若是传到皇上耳朵里，恐怕也觉得两家重利，到头来反而弄巧成拙。父亲，哎呀，你先起来！哎呀，你总该让母亲和父亲给你想想办法吧。宁儿，我的好孩子，母亲之年最是明事理。是。你莫要与妹妹争萧世子了，可好？母亲向你保证，日后定为你寻觅一位比萧玉更出众的郎君，嫁妆也备上双份，你看如何？宁儿，你不用考虑长辈的态度，你只要实话告诉父亲，你怎么看萧玉？当真愿意和萧玉成亲吗？靖安王这是已经被说服了，想在我这里找个台阶下，好心安理得的把婚约给审了。可惜啊，我并不是什么善解人意之人。你若不愿意，父亲我就去拒。萧玉挺好的。什么？父亲，我说萧玉挺好的，而且是英国公府主动向父亲提出要娶我，并非我要抢。沈宁，你分明是故意的，你就是见不得我好，我有的你都要抢走。够了，别吵了。宁儿，宁儿，宁儿，哥哥，你快想想法子，我真的不能没有萧玉。杨玉母后，他沈宁不过是仗着些狐媚手段得了陛下的青睐罢了，就不信治不了他。你给我等着！哎，听说了吗？这位靖安王府的真千金啊，以前是从洛城青楼里出来的，为了活命跟过好几个男人。真的假的？看着倒还算端庄，没想到早就是个破鞋了。靖安王府也是糊涂，怎么会接这种人回来当嫡女？传出去，简直丢尽了皇家宗室的颜面。可不是嘛！昨日还见他跟萧世子、沈瑶小姐起争执，说不定就是仗着会勾人的手段，才得了皇上的青睐，能进这崇文堂呢。沈泽、沈瑶这般忠烈的妓女也想算计我？既然你们要玩，那我便随了你们的意。沈姑娘打扰了，学堂门外有人寻你，自称姓顾，说是特来见你。顾云，他一向行事谨慎，昨日京中关于我的谣言，
闹得沸沸扬扬，他不可能不知晓。如今我正陷于流言漩涡，他怎会贸然来此寻我？莫非是有人设局？多谢。呀，姐姐，可算来了。你的老相好都找到学堂来了，看来当年他倒是没少为你花银子啊。姐姐也太不顾及靖安王府的颜面了吧？这崇文堂乃是皇家兴办的学堂，来往皆是宗室、贵女与世家子弟，何等体面的地方。你倒好，竟然把旧情人带到这里，对得起父亲和陛下的栽培吗？沈大小姐，这里是崇文堂，不是你随意私会外男之处。你若是想私会，还是请回府去吧，别在这丢人现眼，污了学堂的清净，也坏了我们这些同窗的兴致。我与顾公子不过是故旧相识，清清白白。到底是谁终日盯着旁人的未婚夫婿，毫无世家女子应有的体统与矜持？两位最清楚不过。你胡说八道！我与萧哥哥是情投意合，哪像你，靠着不清不楚的关系进了崇文堂，如今还敢在这里污蔑我！我看你就是嫉妒我，看我不好好教训你！哎呦！竟敢打我！萧哥哥，是你，你好大的胆子！小世子不可！这里是崇文堂，先生们随时很得过。要是撞见道主大人传到陛下耳中，不仅你要受罚，英国公府也会颜面受损啊！是啊，萧世子，您冷静些。天亮云雾起，流水摇摇响。你怎么会突然来此？昨夜有人将此信送至我处，信中言辞恶毒，全是构陷你的内容。我心中实在难安，便想着立刻来见你一面，把信给你，让你有个防备。这些银票还请你收回。当年在洛城，我不过顺手帮了你一把。如今你在王府立足不易，正是需要用钱的时候，这银票你拿回去。我帮你，本就是心甘情愿，无需报酬。顾源，你心仪于我？是。当年在洛城初见，我便对你情根深重。我如今一心只求在王府立足，尚无暇顾及儿女私情。况且此前与你相交，亦是存了利用之心，并非全然坦诚。这些我都知道，可我心甘情愿被你利用。若能助沈小姐一臂之力，纵是被利用，顾云亦无怨无悔。若你真的想帮我，就去参加明年的科举，考取功名。只有你有了能在朝堂上立足的资本，才能光明正大的护我周全。否则，你我便只能永远隐于这暗处，见不得光。好，我必当竭尽全力，金榜题名。他日若得功名，必护你周全。这世上，竟真有人愿为我如此付出这么多。小姐，王爷在正厅等着你，脸色不太好，您小心些。宁儿啊，父亲知道你这些年受尽苦楚，过得艰难，可是有些事必须要问个明白。你当年在洛城，真的跟过别的男人啊？父亲明鉴，女儿当年在青楼，确实得一少年人相助，但绝无半分逾矩之事。如今女儿即将参与崇文堂入学考试，便立刻传出此等污蔑之词，分明
分明是有人蓄意构陷，让女儿无法参加考试。这测试关乎陛下的栽培，可不能出差错。女儿，放心，此事为父必会彻查，绝不令你蒙受不白之冤。你当下只需安心备考，一定要考出好成绩，才能不负陛下隆恩。女儿，谢父亲做主。父亲，一定要为女儿做主啊！沈宁，你真是越来越无法无天了，竟敢当众打瑶瑶！父亲，姐姐在大庭广众之下和男人拉拉扯扯，纠缠不清。我只是顾及王府清誉才阻止，姐姐怎么能打我？父亲，你看，我的脸到现在还疼呢。姐姐她就是容不下我，故意在众人面前羞辱我，还败坏王府名声。你一定要好好教训他呀，父亲！打得这么重，这孩子也太不懂事了。王爷，得好好说说他，让他给瑶瑶道歉。父亲，女儿不知是谁故意把顾公子叫到学堂，在同窗间毁我清誉。女儿当时实在无助，见妹妹居然跟着起哄，不知怎的失手伤了妹妹，沈宁竟然倒他一耙。你胡说！明明是你先动手打我，还跟顾公子拉拉扯扯，哪里有人设局陷害你？你就是在撒谎，在骗父亲！妹妹，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当时学堂的同窗都能作证。妹妹，你怎么能帮着外人陷害自己的姐姐啊？你血口喷人，分明是你自己与那外男不清不楚，还怪别人诋毁你。你打了我，还要泼我脏水，你太恶毒了！是否是我污蔑，妹妹心中自然明白。父亲，此前京中关于女儿的种种污秽流言，皆是妹妹与兄长暗中命人散布。女儿并非空口无凭，证据在此。此乃学堂中一位同窗暗中递与女儿的纸条，上面白纸黑字写着：是兄长沈泽找他们散布谣言，欲毁女儿清誉，请父亲过目。父亲明鉴，此物定是沈宁伪造构陷。他这种从青楼出来的人，最会撒谎骗人了。父亲万不可轻信啊！就是啊，父亲。够了！宁儿，为父知道你受了委屈，此事却是泽儿与瑶儿行事不妥，为父定会严加惩处。谢父亲明察。父亲知晓女儿的清白，女儿便心满意足了。宁儿啊，只是有件事，为父也需如实告诉你。英国公府已听闻，今日学堂风波，他们觉得你性子过于刚烈，且与外男有所牵扯，终究非是世子良配。国公府之意，仍是属于瑶儿。是女儿的错，若是女儿当时能忍下一时之气，不与妹妹正直动手，便不会惹得英国公府生出这般误会。父亲，是女儿无能，连累了王府清誉，辜负了您的期望。都是因为你！要是不回王府，我们家怎么会变成现在这样？日日鸡犬不宁，祸事不断。早知今日，当初便不该接你回来。泽儿，休得胡言！宁儿也是你的妹妹啊！若不是你们先设局陷害她，怎会有今日之事？父亲，儿臣说的是实话。有他沈宁在，王府永远不得安宁。她就是个灾星。够了！一口一个灾星，她也是你的亲妹妹，那是本王的血脉。血脉有那么重要吗？自从她回来，您处处偏心，对我和瑶瑶愈发冷淡。父亲，明明我们才是相处10几载的家人啊！宁儿流落在外受苦多年，我对她好些，也算弥补。她受苦关我们什么事啊？你流落青楼，苟延残喘是你的命，
命中注定你享不了福，认不得我们，就得该回来。泽儿，你说的太过了。好一个命中注定，好一个不该回来。深泽，我的兄长，我在被人欺辱、拼死求生到头皮血流的时候，也曾想过，如果有个兄长，他肯定会保护我。可你次次用行动告诉我，我的哥哥不心疼我的遭遇。带头在宴会上和沈瑶针对我，在学堂造谣我在青楼如何下贱。深泽，我只是回家，你就这么恨我？不是，我处处为了沈瑶伤害我，从没给过我半分温暖。今日我的心死了，我的兄长也死了。王府容不下我，我早就是。女儿，我的女儿，这里就是你的家，谁都赶不走你。泽儿，你看看你哪有半分当哥哥的样子？我看该赶出府的是你。父亲，都是瑶瑶不好，要赶就赶走瑶瑶好了。大哥都是替瑶瑶打抱不平才。沈泽，还给宁儿道歉。我道歉。父亲，我怎么能给沈宁贵道歉？泽儿，给妹妹道歉。这次的事是我的错。宁儿啊，此番你是无妄之灾，为父错怪你了。你母亲从江南请了4个绣娘来，让他们用上好的苏绣替你裁剪罗衣，体体面面的去考试。我的女儿，谁都不能欺辱。走。沈阳，你该死！哥哥，绝不能就此作罢。他凭什么一次次抢走属于我的东西？我一定要让他这次测试考砸，让他在父王面前抬不起头。你们放心，为兄已经想好办法，于是定要让他栽个大跟头，永世不得翻身。沈小姐，在下突感腹痛如绞，实在难以支撑。可这考题得赶紧交给王夫子，延误不得。可否劳烦小姐帮我送一程？你快去寻如厕吧，我替你送去便是。多谢。怎么样，东西他接了吗？接了。这是用50两黄金打造的，你立刻去学堂，把这上面的考题答案散布出去，就说是有人从夫子那里偷出来，你不愿看他一脸作弊，才将答案告知大家。记住，管好你的嘴，事成之后还有重赏。是。沈阳，等考题泄露，看你怎么解释。是谁胆大包天，竟敢泄露考题？如今外面答案传得沸沸扬扬，这测试还有何公正可言？还怎么考？啊！天哪，假的！夫子明鉴，我等自幼饱读诗书，如何做得来如此下作之事？想必是有人不通文墨，学识浅，害怕考试考砸了，丢尽颜面，因此才做出泄露考题这等下作手段。拙劣的把戏，故意把火烧到我身上，还真的死性不改。
咱们都是读了10几年书的人了，谁会不通文墨啊？住口！我张姐虽然乡野出身，没读过书，但也绝对做不来这等龌龊事。你倒是心善。夫子，学生方才亲眼所见，赵生将考题交给了沈宁，除他之外，再无旁人经手过考题。不是他，还能有谁？学生未曾泄露考题，我接过考题后，便径直送往夫子书房，途中未曾有片刻停留，更未拆封窥视。你说没有就没有？这考题只有你和赵生经手，那赵生可是凭真本事考出来的秀才，最是老实不过，又怎会为一次考试坏了自个儿前途？不是你偷了题，难不成是考题自己长腿跑出去的？你就这么认定我泄露了考题？你还想狡辩？如果不是你，就拿出证据；如果拿不出证据，就按照规矩滚出崇文堂，去大理寺认罪受罚。什么？还要去大理寺？现在知道怕了，晚了。夫子，此事事关重大，实在恶劣，学生提议提交大理寺处理。大理寺要是这头目话，扎到我头上了。萧哥哥，算了吧，我不要去大理寺。哪位童装能证明我的清白，我必有重刑。我做的神不知鬼不觉，谁都拿不出证据，我就不信大理寺能查出。这次彻底打垮沈爷的机会，我不能错过。姐姐，别怪我不向着你，此事关乎考试公平公正，必须给各位一个交代。夫子，萧哥哥，请把沈宁提交给大理寺。提交大理寺，提交大理寺，提交大理寺，提交大理寺。沈宁，这次谁下了就泄露考题，事关严重，绝不姑息。明天出来的草包，就算仗着血脉进了崇文堂，还是改不了手脚不干净的毛病。这种人恐怕连字都不认识几个，难怪要泄露试题，搅黄考试，怕暴露自己的无知，被王府赶出去。对呀，这考题只有沈宁和赵生接触过，赵生品学兼优，完全没必要泄露考题，而沈宁却拿不出任何证据证明清白。谁说我没有证据？沈宁，你还要狡辩？大胆！你怎么敢当众拆封考题？夫子请看。沈宁，大庭广众之下，你还要搞什么花样？你说的证据呢？沈宁，我看你真的失心疯了。事实证明，沈宁就是个疯子。现在就抓去大理寺审问，也省得浪费大家的时间。等等，这考题不对，这不是老夫出的题啊！因为真正的考题在……真正的考题在这。这的确是真正的考题啊！你封文怎么会在你这里？沈瑶害我之心不死，我自然要找人看着你。正好看到他和赵生交易，随后让顾云调包了尸体，将计就计。夫子饶命啊！是学生一时糊涂，收了沈瑶的银子，才做了这等败坏学堂规矩的事。都是沈瑶的主意，他让我故意把考题交给沈宁，再把副本泄露出去，嫁祸给沈宁。求夫子饶了我吧！你胡说！夫子，赵生散播答，
还在此攀咬，还不快把他赶出去！沈瑶，赵生说的可是真的？是你散播考题，还栽赃陷害沈宁？一派胡言！我根本没见过人，更没给过你答案。你被顾爷收买了，故意伪造公司污蔑我。那镯子上个月便找不到了，竟是被谁偷了去。沈宁，是不是你偷了我的镯子？夫子，瑶瑶心地善良，怎会做这种事？是不是污蔑，你自己心里最清楚。沈瑶，竟敢在崇文堂舞弊，泄露考题，还嫁祸同窗，简直荒唐至极！崇文堂教书育人，罪忌弄虚作假，行术不正。你这般行径，不配留在学堂。从今日起，你被崇文堂除名，永远不得再入。靖安王殷国公，孽女，父亲，不是我。混账东西！沈瑶嫁祸同窗，行径卑劣。你不仅不加以劝阻，反而站在一旁帮着他污蔑沈宁。我英国公府被你这个色令智慧的小儿丢尽了脸面。还有你这般心性歹毒、品行不端，根本不配做我英国公府的世子妃。你和萧玉的婚约就此取消，永不再提。殷国公，不要取消婚约，我知道错了，我再也不敢了。求您再给我一次机会，小伯父，求您了。爹，来人，把世子带回去，严加看管。若是敢私自出府，打断他的腿！小哥哥，父亲，父亲，明明是我从小宠到大的女儿，怎么会变得如此阴狠？父亲，瑶瑶她也是一时糊涂，您就饶了她这一次吧。闭嘴！你身为世子，不仅不约束妹妹，还帮着她为非作歹，你有什么资格求情？你这性子，去西域边疆磨练磨练，明日启程。父亲，西域边疆条件艰苦，我会死在那儿的。还有你，沈瑶，送去乡下，永世不得回京，自生自灭。夫子，今日之事让夫子费心，也扰了崇文堂的清静，本王在此赔罪。日后定当严加管教子女，绝不让类似之事再次发生。玩火自焚，是要谴责你们惹错了人。宁儿，这次委屈你了，你做得很好，临危不乱，将计就计，自证清白。你的能力确实担得起王府的未来。今日回去，你母亲名下的铺子就交给你管了。女儿不会让父亲失望的。好。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今日多亏有你，谢谢你。阿宁，我想单独走一走，你先回去吧。好，那你注意安全。没有一盏灯笼是为我而立，我真的有家了。贱人，都是你！我原该是靖安王府人人疼爱的嫡女，是英国公府的准世子妃，可现在都被你毁了！
你为什么不死在青楼？我恨你！沈阳，你冷静点，这不是我的错，是你先编造谎言诋毁我，是你买通赵胜，舞弊嫁祸，更是你不肯接受自己的过错，才落得今日的下场。就算没有我，你这般心性，迟早也会栽跟头。错，我哪里错了？我只是想守住属于我的东西。是你抢了我的身份，抢了我的宠爱，抢了我的婚约。今天我就要杀了你，让你再也不能抢我的东西，再也不能碍我的眼。去死吧！放开我！我要杀了他，但是罪行他该杀。沈宁，顾云，你怎么样？来人，快找大夫！我是静安王府嫡女沈宁，拜托你去静安王府通报，就说沈瑶在后巷持刀行凶，请王爷带着大夫立刻过来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是我连累了你。别哭，受什么连累？护你本就是我所愿，你什么都不用做，你只管往上爬。顾云，心甘情愿保护你一辈子。怎么了？成亲吧，顾云。一辈子有点长，保护起来有点辛苦，给你个名分。宁儿，宁儿，你没事吧？顾公子，本王在此向你赔罪。后续疗伤所需的药材与银两，静安王府定当全权承担。王爷言重了，无碍，只是沈姑娘受惊了。宁儿，父王定会给你一个交代。你放心，你这16年的流离失所，因他而起，也会因他而终。沈瑶啊，沈瑶，本王一直待你如亲女，锦衣玉食从未亏待于你，可你却因嫉妒，屡次设计陷害宁儿。今日竟持刀行凶，你做出这等伤天害理之事，早已失了人心，失了品行。我沈静没有你这样的女儿。不是的，我是他父亲。父王，我是瑶瑶，你不能这么对我。都是沈宁的错，是他抢了我的一切，我才会这样的。父亲，父亲，你饶了我这一次，我再也不敢了。母妃，你替瑶瑶求求父亲吧，饶了我这一次吧，母妃。我那么的疼你，你却如此的蛇蝎心肠。从今日起，沈阳与静安王府再无任何关系，王后的生死与王府无关。来人，把他交给官府，任凭处置。沈宁，我恨你，若有来生，我定让你血债血偿。我恨你们。走。恶人不配有下一世，就算有，我也会是最后的眼睛。今日感觉如何？大夫说，伤口虽愈合，却还需要再养些时日。
不可过度用力。怎么了？顾公子，这碗才多重？装过头啦？真的疼，吃不下。倾落红尘，别一念成王，再度缠绵出一生孑然。浮生梦话，与你把酒相望。既然恨铭刻无辜的脸，不负这一趟实现的愿，完整了心的空缺，再各赴诗约。几座明知故余生的劫，感受连锁林叶的交线，星辰烈焰，山河共剪如初烟。哎呀，敬安王殿下，晚辈顾云，今日前来，是想向您提亲，求娶沈宁姑娘为妻。晚辈自知出身不及王侯将相，却愿以一生承诺，护沈宁姑娘周全，此生绝不让她受半分委屈。还望殿下成全。顾状元少年英才，对宁儿一片真心，本王早已看在眼里。过去是本王对宁儿多有疏忽，如今能有你这般可靠之人护她、照顾她，本王放心。夫人，这门亲事你看？好，本王答应了。是我的救赎，别哭，我管你手心温度，风雪不能顾。万世之中，你向我凝眸，是我曾重生的一幕。爱过你，让我一生满足。宁儿，往后余生有我在，定让你日日欢喜，不再受半点苦楚。余生与君相伴，我亦无后顾。今生吻过你眉目，是我的救赎。别哭，握过你手心温度，风雪不能哭。万世之中，你向我凝眸，是我曾重生的一